好，回到節目這一段，我們來看針對中東局勢最新的發展是伊朗的首席談判代表，那也是呢最近才又重新當選了這個伊朗的國會議長卡利巴夫。他在社群平台的最新聲明是呢，我們不相信任何保證或口頭承諾，而唯一的準則就是行動。在對方採取行動之前，我們不會有所動作。那外界也戲稱是不是卡利巴夫有讀過《孫子兵法》？因為在《孫子兵法》的虛實篇裡面有一句話叫"勢行動敵"，引誘對方先採取行動。那透過觀察對手的虛實強弱，讓自己能夠掌握戰場的主優勢。好 ，Axios 呢這個新聞網站他率先報道之後呢，多家媒體也跟進報道，表示美伊談判代表呢已經針對一份60天的合作備忘錄，那達成了協議。美國副總統范斯也說，可是很難講，因為川普總統確切會在什麼時候簽署，或者到底會不會簽，現在還有幾個措辭問題必須要反覆商討，但是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而美國財長 Bessent 呢，則是重申，美方談判團隊來回談判，一切最後還是由川普定奪啊。川普也表達了3項要求，第一個就是伊朗必須交出濃縮鈾，他還提出了4種處理方式。另外就是呢，不能擁有核武，還有開放荷姆茲海峽。川普呢，並不會接受更糟糕的協議。但是現在看到伊朗，感覺好像底氣十足哈。大家也在想說，這個底氣何來？他是掌握了什麼樣的談判籌碼呢？對照最近川普也說，反正他不在意這個期中選舉啦。但是這是他說的嘛？那真的是不在意嗎？這樣拖下去、熬下去，對伊朗來講，您覺得是好還是不好呢？當然對伊朗比較好，因為川普只是說現在還不在意期中選舉，因為時間還久。現在不在意，那麼下個月他就會更在意一點，再下個月就更在意一點。是，這個是說法上的不同啊，這個沒有辦法，他沒有辦法逃避這個他選舉的這個問題了。那伊朗其實已經看穿了，我們不要說伊朗看穿，我們在那邊談了幾個月啊，我們不有看穿川普就是不想打嘛，對不對？要不然國際油價幹嘛跌？國際油價也看穿川普不想打，對，你打也是怎麼講，像抓癢一樣抓2下，你地面部隊不進去，你的所有的大規模的這種遠程的這種打擊武器你不敢用，第一個太貴了，川普捨不得，對，那你這個就是現在的主軸就是談啊。對，所以談現在就是說，每次在談的中間，就雙方互放狠話，那些狠話是為了談判桌上求效果，而不是在戰場上求效果的，所以呢，本質是不一樣的。那現在就是說，事實上的話，這個談判裡面，我認為新增加一個變數哈，這是美方有人透露出來的，就是說對於這個現在在黎巴嫩的真主黨問題，那這個伊朗方面提出一個條件，就是說，現在的停火必須要包括這個黎巴嫩南部，要停就把那邊一起停。所以你看，最近還沒有談出來，以色列瘋了一樣猛打，對，造成既成事實啊。所以現在就是說，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已經到最後階段了。不過重要問題都沒解決，因為問題就變成說，現在簽了以後，那就30天之內要把荷姆斯海峽完全開放。那還有30天，這中間還有變數。第二個就是說，新停火60天裡面延長停火60天裡面雙方繼續有關這些核濃縮鈾等核材料的問題繼續討論，繼續談判。所以基本上是先停火，然後沒有解決的問題然後呢繼續談。那可是這種停火，說實話，川普1個禮拜前突然又攻擊了這個海峽那個伊朗的2個軍事目標，對不對？打完以後他說停火協議還繼續生效，強調是出於自衛嘛，出於自衛反擊。對，然後呢說停火並沒有失效還停，因為他在打的時候呢，回頭一直看那個油價有沒有漲起來。另外一方面也有人很多人越來越相信川普每一次在這個一手硬一手軟之間其實川友友們都已經在股票市場已經要布局完成。因為最近這個戰爭引發那個通膨，不是也看到美債5%的這個馬其頓防線破防了？對，這個就是川普的壓力了。而且好死不死，日本的日元跌得很厲害，所以日元在那個守1:160日元的這個關卡的時候，外界報道動用了將近500億美金啊。對，500億美金才守住日元。
那守住了1:160的那個關口，最近又到1:159啊。那日幣勢必要跟美國人請個假，說對不起，我現在只好賣一天美債了。所以川普現在關注的恐怕更多的是對於經濟的衝擊，哈，特別是剛剛提到美債5%的那個馬其頓防線破防，這個會影響到接下來如果通膨惡化的話，你真的期中選舉不要說是不擔心了，你連選可能都會不是很樂觀。啊，那現在對於這個阿曼跟伊朗說傳出有合作啊，川普他也警告說，在荷姆茲海峽收通行費這件事情呢，如果阿曼這樣做的話，就會受到美軍的轟炸。不過阿曼駐美大使立刻向美方強調說，他們並沒有意願在荷姆茲海峽收通行費。伊朗則是借機呢，透過這個機會哈，表達對阿曼的支持啦。那《紐約時報》也指出說，美伊現在雙方沒有辦法簽下備忘錄的有一大症結就是荷姆茲海峽。我們剛才也提到了，根據美方的理解是呢。備忘錄簽署之後，海峽要立刻重新開放。那美國的封鎖呢，雖然會仍然保留，可是會看恢復航運的程度，然後分階段的減少封鎖。可是伊朗這邊的認知啊，卻是同意讓海上交通恢復到戰前的程度，維持30天。就剛剛大使提到的，那這30天內呢，美國要解除封鎖啊，你要徹底解除。好，所以各方的就是雙方認知不同，可是怎麼樣取得一個妥協的平衡點呢？我認為這個平衡點不太容易妥協，很難。這個妥協或許也只是一時的，隨着客觀條件的改變，我認為這種妥協的條件還有相關的內容，它是滾動式的一個變化。對，但我認為其實美國打這次這個伊朗，它其實大家原先就已經充分了解，荷姆茲海峽本來就是伊朗控制，沿使波斯灣的包括各種能源、天然氣。伊朗就是水龍頭啊，這樣的一個地緣的這個角色，其實之前美國自己也清楚得很，但是他還是貿然去淌這個渾水，也因此創造出伊朗針對荷姆茲海峽這樣的議題，變成伊朗手中一個巨大的籌碼。我認為這個美伊之間這種分歧，我認為除了荷姆茲海峽開放與否，或者開放到什麼程度，或者開放多久，我認為這都是戰術層面的問題。最核心就雙方在包括核武器，濃縮鈾怎麼處理，還有彈道飛彈，還有這個伊朗，這個美國對於伊朗各種制裁能不能解除？能不能這個讓他海外資金凍結等等？我認為這些才是更核心的問題。是針對這個荷姆茲海峽通不通航，我認為都是戰術性，作為一時緩和，作為籌碼戰術運用，可以說是煙霧彈。真正核心是底層那些問題，你如果沒有解決，荷姆茲海峽隨時會被拿在這個台面上繼續跟你討價還價。除了荷姆茲海峽，川普最近還對古巴放話，他就是持續放話。Politico 報道說呢，五角大廈已經花費了好幾個月部署對古巴發動軍事攻擊所需要的部隊跟武器。那現在只差川普最後點頭，那隨時呢就可以採取軍事行動。畫面上我們看到美軍包括尼米茲號航母打擊群呢，在5月份也進入了加勒比海。那同行的還有多艘飛彈驅逐艦跟巡洋艦。另外呢是大型2棲作戰艦基爾沙吉號跟它的護航艦呢，也都在維吉尼亞州的外海，目前在待命中，準備新的部署任務。好，有一個問題就是說，為什麼這個時候對古巴非下手不可？因為之前委內瑞拉才把這個馬杜拉的政權給拉下來。張老師覺得這個時候為什麼非處理古巴不可呢？那其實因為這個美國跟古巴之間其實也不是現在才有的問題。那其實這邊他所說的這個理由，包括第一個是國家安全。那國家安全原因是因為古巴其實是比較跟所謂的這個它的敵對勢力跟中國、俄羅斯相對都是比較友好的。那而且古巴地緣上來講，跟美國不到100英里這樣子的一個距離，所以有一點是，美國當然會有擔心說，他是不是幫他的敵對國家來做這樣子，針對美國來做監控來做這樣子的一個，所以美國一直對古巴這邊來講，一直想要來做這樣子的一個處理。那再來講，包括說像現在的這個整個區域性的這樣子的一個不穩定的情況，所以這讓美國在這個時候都不得不來做這樣子的一個處理。那像今年初的時候，其實川普其實就已經有簽行政命令，就是說宣布跟古巴之間的這個關係進入到這個比較緊急的狀態。那再來在4月份的時候，又在加碼他的這些封鎖。
所以實際上來講，它其實是從今年初就一步一步來做這樣的一個動作了。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點來講，其實美國當然，尤其川普總統他本身自己的對於可能包括對歷史的定位，他都覺得說以前別人沒辦法解決的，我都來解決。所以這件事情來講，是很有可能是他這個讓他來做這件事情的。了解。等一下回到節目呢，我們要繼續來看的就是在印太地區啊，環太平洋年度軍演。這次號稱有31個國家說創紀錄的參與，怎麼觀察？怎麼分析？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